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帮汽车做豪大雨过后的一些基本的润滑跟保养。其实，一般来说，以汽车来讲，平时必须做的一些润滑保养，就是可能门啊，门的那个铰链处那边要上油。然后门的那个六角锁，就是门扣那边也要做润滑。然后像引擎盖那个铰链处也都要做润滑，那个平时就都要做的。那今天是比较偏向于豪大雨过后，或者说像台风天，我在上一篇汽车的曝晒，就是防潮去除水汽的那一篇，我大致有聊到。那今天是比较针对于这个状况去做润滑保养。那以淹水来讲的话，可能涉水啊，因为就算没有严重淹水，可能很多朋友开车经过一些稍微水比较高的地方，也是会涉水过去。那今天就是比较针对于这个状况去做润滑保养。基本上像避震塔上座，然后其实引擎室里面平常的润滑也都是大概这样子。避震上座啊，这些喷点油，让它不要生锈，不要卡死。然后像这个，当然如果是电子节气门就没有这个钢索拉动的这个装置就不用了。然后一些螺丝啊，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重点了。像下雨天，几乎所有人都会开冷气，因为下雨天开冷气可以避免前挡风玻璃的起雾。所以像压缩机的那个润滑，我建议就是车子发动，因为车子发动以后，你开冷气，它那个压缩机的离合器片会张开，它那时候才会开始转动。那基本上就是引擎发动以后，在压缩机那边最下面那一颗，现在明暗度差太多，稍等一下，我去拿一下手电筒。像这样子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，下面有3粒，那3颗，可能每台车压缩机外观看起来不太一样，但是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像那边有没有看到它边边有一些沟槽的东西，像沟槽的凹槽处，就往那里面喷油，喷一喷以后，然后引擎发动，压缩冷气打开，它的离合器就会张开开始做动，这时候再喷一点进去就好了。这个就是冷气压缩机的润滑。那稍等一下，我看能不能一手操作，因为我左手的手还没好，所以一只手拿手机，一只手拿手电筒有点困难。就大概像这样子。其实喷多一点没关系，因为那个可能刚发动的时候皮带会稍微打滑一下，但是打滑过完就没事了。然后再来就是动力方向盘，这个有那个动力方向油泵这边有没有看到？那边有个缝，这边那边就是那颗轴心，那里面也要润滑。像这样子，喷点油进去，让它不要咬住。然后其实还有个重点就是发电机可以看到皮带头这边，它那边
这边很脏，它那边就是有一根轴心。像我在上一篇我有讲到，我的发电机有点受潮，就是轴心有点卡死，都会发出很大很尖锐的声音。这个也要注意，这个要去做清洁。像我都是喷蛮多的，因为怎么讲，我宁愿它有的，我也不要它损坏。因为损坏了还要再花钱啊，一些有没有的，很麻烦，可能自己还要再维修，就大概这样子。我找个东西清一下，我的发电机外面好像卡了很多脏东西，不知道是皮带絮还是什么东西。稍等我一下。好了。刚刚那边都清掉了，就找根，可能我是拿一支长吸管，就喝饮料那种吸管，把它压扁以后去刮除就可以了。基本上我做防锈这种东西，喷那种防锈剂，我是没有在手软的，能够喷多我就尽量喷多。然后再来就是引擎角。基本上引擎室里面会动的东西都稍微的喷一下，然后像一些金属件啊、铁的，像这个水管，这个也可以喷一点润滑防锈。然后下引擎角，这边下引擎角，它这边一些螺丝都可以做润滑防锈，因为这个可以避免掉以后你在维修更换的时候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我宁愿它有的，我也不要它生锈，因为真的生锈在维修的时候很难处理，会增加很多维修的困扰。其实这个也都属于平常就要做的一些润滑保养。那现在重点来了，当好大雨过后，或者你有开车经过比较深的淹水区域的话，你要去注意哦，你的避震器一些防锈、润滑都要做好，不然这个会导致你后续的一些不必要的维修，跟在做更换的时候一些困难度。然后再来就是下支臂，下面一些凹折处会活动的关节，那些都要做润滑保养。像因为我有改避震器，有的是脚牙式的、可调式的，但是我还是一样会做它的润滑，像弹簧有结合处的弹簧那边，像这边都很容易生锈。然后下支臂的话，就是要趴下去做保养。我以后面的下支臂做示范好了。像后轮的下支臂，像这些金属件，你可以看到都有生锈，都锈得有点严重。像这个防倾杆的这些力压枪，这些也都要做处理。然后像这个我手电筒照的这边，这个也都要做润滑。
基本上就是会动的东西，会动的地方都要做。基本上就是所有看到会动的、有在生锈的，一定都要做上游的处理、做保养、做润滑，要不然它会生锈，会生得很严重。这个也都会导致日后你车底的异音会很严重，因为可能我一只手拿手机，一只手喷，我会喷不太到。那我大概的解说就是像这样子，所有看得到会动的关节处，有轴承的地方，都一定要上油，要不然你涉水过后，那些水很容易导致那些地方生锈，会有异音、作动不顺的一些状况产生。如果导致后面螺丝咬死，在更换维修的时候会更难处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大致淹水过后的必须做的一些动作。那因为一只手做，一只手拍，难度太高。那大概我就是这样做解说。那如果各位自己要做的话，可能可以趁去保养厂的时候，车子撑起来的时候再做，这样子会比较方便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涉水底盘的润滑、防锈、保养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